日本熊本上個禮拜28號發生了規模7.1的強震，有將近3000多人受傷，更有超過1000多棟的房屋倒塌。可以看到道路上大貨車劇烈的搖晃，輪子一度是已經離開地面。還有大型的永旺商場呢，更因為震後氣爆，導致外牆是嚴重的毀損，鋼骨都露出來了。如果你現在住的房子也是中古屋，是超過3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們該如何讓我們的資產能夠保值又保命呢？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了2位專家來到現場，跟大家分析。首先要為大家介紹結構技師戴雲發老師。上午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我們的房產專家最帥的朱哥。大家好，我是朱哥。我们真的很多人都住在老房子裡面，但是台灣挺過921大地震啊，有很多的房子甚至是921以前就蓋的，有哪一些結構我們可能要特別注意哦？我們常常聽到很多的消費者在講說，我們家挺過921百年大地震，所以下次地震來可能100年以後的事。所以很多舊房子大家認為說啊，要圍老都更，給我兒子孫子以後自己再決定。對，實際上這個觀念不太正確。為什麼這樣講？因為921地震是針對中區100年大地震，可是來到台北的時候只剩下1/12。台北這些舊房子不是挺過921百年大地震，應該說他們挺過921百年大地震的1/12的地震力。是因為戴老師其實像是在921震央那個地方是有到7級，但是到台北可能只剩4級。對，所以說大家不要誤判這個情勢。之前李永遠部長有提到說，假如發生一個6.3的地震的時候，有可能雙北這邊會倒4000棟的房子。以前的房子比較多，它其實從外面的這個建築，它的形狀就會比較特別，不是方方正正的。這些它會比較不堅固嗎？其實很多人對這個房子的基本結構系統不了解，他們認為說，我的房子假如整個連在一起，比如我們講的大 L、大 T、大 U， 他覺得整個連在一起，房子會比較穩。以結構的行為來講，我的房子假如是一個這樣子，很規則的，它地震來就這樣規則搖晃，或這樣搖晃，它反而是比較穩的。形狀假如是大 L、大 T、大 U， 在搖的時候，轉角的地方容易應力會拉開，它拉開之後就有可能變成一個破壞點，房子就倒塌。那如果有一些房子，它就已經挺過921大地震了，我們可能會覺得說，好像目前沒有什麼問題，但它來得是奶凶，對不對？可以從哪些部分來做觀察呢？你要從馬路的四周去看這棟房子，外牆是不是有大量的瓷磚掉落問題？那假如有，代表說他這個案子那時候施工的品質整體是差的，那這第一。第二就是說，經歷過這些中小型地震，它是不是有很多的45度的斜裂縫產生？為什麼要是45度的斜裂縫？因為地震來的時候，它這樣搖晃，所以它會產生一些地震的剪力，多數是斜的裂縫。你去看這些舊房子，假如說它的結構系統很不好，或者說它的瓷磚掉落的問題比較多，或者是之前的中小型地震，它很多的牆壁或者是柱梁有些斜的45度裂縫，就代表說這個房子它的體質是比別人差的。另外呢，我們去看大樓一樣，你進到那棟大樓的時候，我們都會建議大家走樓梯上去。為什麼？就像剛尚華提到的，公設的地方很多人就比較不會去處理，所以你走上去看就看得到說，3樓、5樓或哪裡的牆壁，樓梯扣的地方是不是有裂縫，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那除了是房子的本身之外呢，台北或者是整個台灣，其實有土壤液化的區域還蠻多的吼。你家的附近它是比較偏沙土、沙質的土壤，發生大的地震的時候，它的沙跟水會有點像往下沉的概念，承載力喪失啊。所以，假如你家的房子在嚴重土壤液化區，而且早期蓋的房子沒有地下室，承載力喪失之後，你的這個舊房子可能就會傾斜或倒塌，所以相对就比較危險。所以說921地震之後的新大樓，地下室開挖比較深液化的影響也比較小，那比較穩，而且還可以做停車位啦。對。然後第二就是說，它的設計就已經規定要考慮土壤液化的原因進去，所以說基本上921地震之後設計新建的大樓，它的土壤液化已經考慮了，所以就算你住在土壤液化區的地方的新大樓，你也不用太擔心。可是朱哥，如果我們要買房子的時候，我怎麼知道這棟房子附近有沒有土壤液化的問題？李鴻源當內政部長的時候，他有把全台灣的這個整個做一個調查。當時他本來要公布的，因為土壤液化的這個區域蠻廣的，
可是因為經過反彈，因為什麼？大家很擔心這個。你們建商在反彈是不是？其實民眾也反彈，因為他怕他的房子房價會下跌。但是他說這個關於生命安全的問題，我放在網站，你們自己去查。他沒有主動揭示，但是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你可以自己上內政部的官網去查這個地方有沒有土壤液化的一些風險在。對。可是其實啊，我們剛剛有講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尚華，非常開心大家喜歡下班去你家這個節目。可是團隊告訴我說，其實還有70%的你們還沒有訂閱哦，歡迎大家趕快來訂閱我們風傳媒的頻道，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大概有1半以上的房子都是30年以上的老屋，那有時候我家不是老屋，可是附近剛好有人在都更或是要蓋大的建案，像是之前那個基泰大直，哇。他自己在蓋，就旁邊的一些民宅，因為他在挖地基的時候，居然跟着倒塌。大直事件的時候，大家都很擔心說，哇，我家旁邊又有人要動工開挖，那怎麼辦？對。而且像之前我們講危老好了，危老通常就是說小小的基地，可是它地下室開挖，常常都地下3樓、地下4樓、地下5樓，也是很深開挖。可是危老的概念就是為什麼基地那麼小？因為旁邊的住戶不同意嘛，所以他的房子等於是跟別人緊貼。對。所以你又挖那麼深，哇，那個。台北、雙北是不是都爛泥巴的土壤嘛？所以那個風險很高。建議說，一般地下室開挖之前，政府規定，這個建設公司一定要找技師工會做臨房現況鑑定。開挖施工前鑑定你家的房子，技師會派人來拍你家的房子有沒有裂縫啊，有就把它做記錄。那假如萬一以後施工之後造成你家有些損壞的話，他就可以施工前、施工後對照，這樣的話對你是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會建議說，旁邊的基地要施工，那你一定要盡量配合那個技師工會來做現況鑑定，這件事情很重要，對你的權益保障很重要。這第一。第二就是說，基泰在施工的時候，不會說馬上造成你家的房子裂，它有可能是旁邊的馬路柏油路會有裂縫產生，对，會跟基地平行的裂縫產生。這個時候你就不能說那是馬路不關我的事。其實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注意，因為它裂縫會越來越大，甚至於會往下陷一點。所以這個都是有漸進式的，所以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你可能就要開給薄一點點去看一下，當做巡路工的概念，上下班啊就稍微看一下，有裂縫咯，要跟工地的那個主任反映一下，說，你這個要注意哦。那假如它裂縫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靠近你家，跟他反映又沒有效的話，其實你只好跟市府反映，尤其像基泰事件之後，他們對臨房的施工的現況鑑定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也會在你家的大樓的外牆做一個臨房傾斜的監測，馬路的呈現點監測，地下室的一些相關很多監測啦。只要有問題，你提醒他們去注意的話，基本上就會比較能夠保你家的房子的安全。如果真的他們在蓋房子啊，然後我的房子有裂的話，我就可以去跟這個建商求償，他就要給我補償金嗎？基本上來講的話，你應該是先去報建管處，你報建管處，建管處就會派人來現勘，現勘以後有問題的時候，他會要求馬上停工。你不是在三重有發生過類似的事？當時我是知道說他挖地下室，因為那家建設公司是一個很小型的建設公司，它是一個危老案件。他挖一挖以後，隔壁的房子竟然傾斜了，這樣狀況下去會有危險。於是呢，他們就連夜就把那個房子做拆除，因為你拆除一定是用外手去敲，慢慢一塊。當他還沒弄完的時候，那個整棟大概只有5樓的房子，剩下3樓的時候已經傾斜掉不行了，所以他後來我去拍的時候就整個垮下來了，都不停工的了，一直要把它做。哇，垮下來了！看到沒有？垮了，那棟剛剛不見了啦，注意看到沒有？有沒有？根據我事後調查，這家公司呢，它的資本額登記是2000萬，實際上這個只有500萬。你告訴我，他有錢賠你嗎？哇，要跑路了呢！他一定跑路的了。對啊，到現在目前這家公司不存在了。所以這點可能是大家要注意。可是另外一點，我自己有切身之痛，因為我現在就住在那個信義區一個大馬路的旁邊。我家很新哦，是10年之內的房子，而且感覺結構也蠻穩的。可是外面真的有一些大車在經過的時候，我還是有感覺它還在上下震動。我想大家應該也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這樣代表家裡面是不是結構上面也要注意哈？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大馬路路邊的一個圖書館看書看累了，我會趴着睡午覺嘛。我就記得我趴着睡午覺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得到說，趴着睡覺的時候突然覺得，為什麼哇？怎麼了？怎麼會這樣？後來想說，好像大家都沒有反應，只有我一個人有反應。然後我就繼續在睡，又來了，我才發現，因為我們那個舊圖書館它可能沒有地下室，所以基礎很淺。所以它的搖晃很嚴重，公車剎車，然後綠燈在走，就起來，
這樣子的，所以大家都很習以為常。我是外地人，第一次被嚇到。所以你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就是因為台北盆地這邊的土壤軟弱，真的就會有這個問題。所以如果還有住在什麼大巨蛋啊、小巨蛋啊，然後阿妹在裡面唱3天3夜，她在晃的話，也不用太擔心，是算正常。土質的狀況就是會這樣，所以說啊，他們在唱歌在搖的時候，他在搖。假如你家的房子3、4樓的那種舊公寓，它沒有地下室嘛，所以它基礎就很淺，那它搖晃的程度就會相對大。對，假如你家的是地下室開挖，地下3樓、地下4樓比較深的，其實它搖晃的感覺就會比較小。所以我想這個會有所差異。還有另外就是這種的搖晃，其實大家會擔心說啊，你厝有危險不？基本上還好，不至於說這樣子造成你的結構安全有問題，或者居住安全有疑慮。所謂的有土壤異化，我這樣講你們可能就會聽得懂。就像你去吃布丁的時候，你把布丁倒開來以後放到那個盤子上，你這樣搖，對，就是那種感覺。基本上5樓以下的老公寓以前都是沒有挖地下室的，因為那個建築法規是允許的。可是現在不會去蓋5樓的嘛，現在一定是高樓大廈。高樓大廈的時候會依照你的停車位，包括你的結構的時候，他會去考量挖的深度。大家一定會恐慌，以後在高樓大廈的時候很危險。其實我跟你講，不用擔心。當你去申請建築執照的時候，建築師本身就會做一個所謂的地質鑽探。我以前有碰過一個案子，板橋文化路那一條，以前在那個河堤邊嘛，對，以前吳宗憲代言的時候，他就有打基樁，打40-50米哦，旁邊是河嘛，他都是那泥土一定要打到那個岩層的時候，它才支撐得住。那有岩層支撐得住，再加上它本身挖地下室第一層的時候，它就開始做地質改良的時候，那就不會產生所謂的我們敢講像基泰大石這種崩塌。一崩塌的時候，鄰房那就會垮。除了我們剛剛所說到的土壤異化之外呢，地狹人稠嘛，所以有時候房子難免也都比較近，門口的道路太窄也會比較危險哦。我以前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因為小朋友要念書嘛，就買學區嘛，那我就在大安區這邊找。大安區裡面有些巷弄裡面，整個學區也很好，而且巷弄也很安靜。可是我就覺得走進去那些巷弄就覺得怪怪的。為什麼？因為它巷弄非常小，幾乎只能一台轎車過去，還要很認真開。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萬一發生火災，消防車進不來，根本進不來，那一整片怎麼辦？那時候我才覺得說，其實買房子我就把那一區完全避掉，那個風險太大了。有些人啊會避掉大安區學區宅，純粹是因為資金考量的問題，也難買在那。除了這個屋齡的本身，然後以及附近的安全性，當然有時候也不能夠自己貪小便宜哦。像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哦，我也是之前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就是為了要租房子，然后就看到台大對面有一個房子，我本來覺得很不錯，因為要跟同學一起住嘛，然後它有夾層，這樣子我們的空間利用率也比較大。可是每一戶牆壁都是裂痕，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常常看到會有那種陽台外推啊、夾層啊，感覺空間利用率更大，可能有隱藏的危機。因為台大操場對面那一些巷弄裡面，我們發現說，其實他們的陽台外推有2種，一種是比較簡單的，就是它的使用本來就是陽台，對，只是它把它使用功能推出去，那等於說有些陽台的外圍再砌磚或者各面把它封起來，外面再來堆置一些東西，這種是比較常見的一個陽台外推。那另外一種更危險的是，它等於是結構體在這邊，它直接用模板，然後用斜撐的木頭這樣直接撐在上面，直接上面就灌一塊樓板起來，那直接做一個陽台出來的那一種，其實你現在去那邊巷弄看都還看得到。新聞報道就是有一個地方就是整個掉下來，所以我想那一種外推就是更危險的，資金也都會做得很草率啦，所以基本上那個時候風險很高。陽台外推在做檢查之前的時候，他會做一個框弄上去，完工以後拿到使照以後，他會把那個鋁框會拿掉，然後就把它推出去。買到房子的時候，你看到你的那個平面圖上面會虛線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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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就建商贈送你的啦。有一種是你自己推，那自己推的話大家不會弄，後來建商就說我幫你推，我幫你做2工，他在合約裡面寫我是幫你做2工，是我幫你做，風險你自己承擔啊，你要不要？你要你簽字，我就幫你做，就等於我送你。送你的話，你當然就好啊，那就把陽台外推。其實我跟你講，大家就把客廳延伸出去，本來很小嘛，一個陽台1.5米的話推出去，哇，不錯啊。可是那夾層屋真的很多，因為很多人都想要買嘛，那個什麼3.6米、3.8米、4米，然後呢，我夾一個東西以後呢，就變2個空間，我覺得魔術大空間啊，很划算啊。早期我們講那個夾層屋有分成2種
因為我們的樓高建築技術規則是規定是3.6米，對，所以早期的夾層屋就是走3.6米。你也知道說那個3.6米很低嘛，你扣掉那個樓板的時候，站不直啦。因為它是利用這個客廳的部分是做挑高，在那個廚房、浴室的上面的時候，大概它就做了2米。想想看，你要扣掉15公分的樓板嘛，然後所以上去的時候要爬進去。上面就變成一個夾層，就變得不好住。建商就打廣告說：“哎，你買15坪的話，你可以多10坪那個夾層出來，那你就賺到了。”後來建商又發明一種叫做那個4.2米的夾層，3.6米也沒有必要4.2米。為什麼4.2米呢？因為我們的樓層是3.6米，它把2層樓加起來是不是7.2？這一層就是4.2米，那邊就是3米，就是剛好都對稱這樣，對不對？對稱。你這個4.2米上面就3米，然後2個對稱，就這樣就跳層。跳層的情形之下的時候，一個就是我們講的標準層賣你3米，就是一般價錢。可是你買4.2米的時候，你的價錢就不是貴一點點，就貴很多。那4.2米的話，比剛才3.6米來講多60公分，上面住上去就可以住人，可以站得上去，就比較舒服了。所以那個價錢就比較高。其實夾層屋有它的潛在的很大的風險。那時候在永康街、永康公園附近就有看到一個房子，樓高很高，4.2米。我一走上去看的時候，我就發現說，它的牆壁它用那個磚牆1/2壁這樣薄薄的這樣砌了4米多高嘛。磚牆砌那麼高容易裂，所以我進去看他房子的時候，一看哇，那牆壁裂得亂七八糟，我根本不敢買。一般不了解的人，他覺得這很好用，他就買了。還有另外一種夾層屋，它比較危險的是說15樓的大樓的夾層屋，每一個樓層、每一個平面、每個住戶搬進去都在做夾層。那夾層是要怎麼夾？開始這個柱子、這個牆壁就開始敲打，去植鋼筋，或者是把一些結構埋進去，讓這個樓板做起來嘛。對。所以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柱子，每一個樓層的柱子的中間，每個住戶進來都來跟他打，每個都工人現場施工隨便打，有的打到鋼筋，有的打到什麼都有可能。那你這棟大樓整個這樣打的時候，它的風險有多大？所以這個有時候就變成第一，增加它的樓層的整個多一層的重量嘛。對。第二，它整個在敲打每一個樓層的這個柱子、牆壁的時候，它造成房子的一個受傷跟風險，這是完全無法評估的。今天2位你們講完以後學到很多，但是我也是有點擔心新買的房子，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部分可以待會請戴老師跟朱哥去看就好了。我們等一下有空嗎？等一下戴老師幫我看一下好不好？對啊，其實朋友買房子會擔心這些問題，最好的其實真的是看一次。看一次大家就了解。我觉得有時候講半天，他等一下跟我說一進去就說我想趕快出來。你擔心的點有沒有那麼嚴重？一般人不會怕公公比較細，內行的人一看，